公元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40个年头。重庆大学城的郝教授告诉我，市民越来越多，农民越来越老，美丽乡村建设的结构性需求必将推动一场以城市富裕劳动力为主体的反向迁徙。自从我在武陵山区遇到一个北大养蜂人之后，我开始觉得郝教授确实是个好教授，比18梯的那个李半仙儿要靠谱得多。这个故事必须从2018年的中秋节讲起。那天晚上，我们在武陵山拍月亮。拿啥子？哪里？哪里？看我，这啥子我都晃？人啥子玩意儿啊？这意外的。医生呗。啥东西啊？快走，没转了。挂在树上的女孩叫阿文，她说只有坐在秋千上飘扬，才不会辜负这1年1度的好月光。虽然腿上可能已经勒出了血印子，但是冲着朋友圈里的300多个赞，再疼也值得。我们和阿文的相识就是这么的惊悚，他没有嘲笑我们的胆小，也没有怪罪我们的打扰。他说他就是这座山上最大的王，统领着1000多个甜蜜的部落。喂，妹妹啊。在去蜂场的路上开车，马上打密了噻。北大的都不能养蜂吗？哪个说的嘛？看来你对诗和远方一无所知。哎呀，你又在说那个哪里有男朋友嘛？分都分了，前几天才把我甩了。这个好巧不巧的电话，另一端有没有人接听我不清楚，但我确实有意无意就知道了他毕业于北大。重庆城里有爸有妈。那倒好。哎呀，你们不要觉得我做那个事情是因为他，麻烦你转告老潘，喊他不要自作多情。一个演员的专业素养。
阿文是北大毕业最早的一批90后。他说，这辈子干的最有气概的事情，莫过于把曾经的许姓首富变成了钱老板。自己创业也没有用父母一分钱。他还说，人生最惬意的幸福，莫过于在晚霞最美的地方有一栋小木房，不被爹妈催婚，无需上班打卡。一路跟随，我再也克制不住嫉妒的兴趣。这份兴趣不在于她长得美，只出于我想得美。北大和乡村是我无法抗拒的时代旋律。出镜风场，阿文全力以赴配合拍摄的态度令我十分感动。大部分取景构图基本不用导演操心。我说尽量不打扰他的正常工作，他说这就是他的生活。虽然演技还不专业，但是正在抓紧阅读演员的自我修养。注意站队，不要怕。哦，不要怕噻，我们能够走。阿文养蜂的原因更加令人感动。他说，1年以前，为了买5被子蜂蜜给爸爸做药引子，他只身走进武陵山，发现这里正在脱贫攻坚。然后老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开始回荡：北大人不只属于小家，更属于国家。然后他就以保底分红的方式，拿下了这个政府扶贫项目10年的经营权。一个老板，一对夫妻员工，1000多群中华蜜蜂就是蜂场的全部。武陵山区的养蜂人大多看不上春天的菜花蜜，独爱秋天的5被子，所以眼下的彩虹蜂场只防蜂不打蜜。刚哥很谦虚，虽然也是从30-40群大肠子里练出来的高手，但从不吹嘘产量，只说爬树的本领很高强。阿文保守地算过一笔账，一群蜂产20斤蜜，1年至少7-8吨。现在春天了，然后呢，蜂王都是像我们在繁蜂的季节嘛，然后可以从观察箱看到那个蜂王现在正在产卵。那天阿文还不太习惯面对镜头交流，但他在镜头之外讲的可不少。他首先以北大新闻与传媒专业本科生身份对我的选题眼光表示了赞赏。他说，拍出一个北大新农民的勇气、灵气和仙气就好，不准拔高，不能贬损。然后他又以西班牙爱艺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的身份，对我的项目进行了商业评估。他说，能够记录他这样的人物，应该是一个导演的幸运和幸福。如果有一天他像李子柒一般火了，一定不会亏待我们。阿文一席话说得我和同事们更加精神抖擞，热血沸腾。这那个是本过来有那个厂的，那里就不用那个疼了噻，对吧？你要去对了。对于我们的拍摄，刚哥从心底里有些抵触。他悄悄对我说过，
阿文原本晚上打游戏，白天自然醒。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弹吉他、看晚霞，不干活倒也不添乱。现在突然变得勤快了，反而增加了员工的工作强度，因为他钉的钉子必须要花费更多的力气拔出来。在刚哥看来，北大姑娘在山村，甚至赶不上割草的老大妈。刚哥看不惯阿文，但他很珍惜阿文开出的薪水。陈师傅啊，你觉得今天的藤菜有什么不一样吗？我就说你炒的我边吃边闻，还可以。嫂子，你不要这么嫌弃嘛，来一根儿。这个怎么样？好吃。田师傅，我看一个春节不见，你稍微长胖了点嘞。胖啥子胖？耍起屋头。天天在屋头待了十几天了哦，几十天了哈。有个多月了。晚霞最美的那个晚上，我一冲动就犯了一个可能是这辈子最严重的错误。我和阿文正式签订了跟拍1年的契约，谁喊停谁就违约，谁喊停谁就赔钱，至少几百万。我想围绕他记录乡村变迁，他想依托我先卖蜂蜜，再卖螺蛳粉，时机成熟再弄几枚火箭卖一卖。我从此深陷武陵山，难以自拔。大佬，快来救我！快来救我！好，来了，马上过来。看一下今天的蜜流的怎么样？啊，已经开始流蜜了，所以就是可以看见一些蜜蜂都已经出来采蜜了。既然春天嘛是繁育的季节，所以就是中蜂繁育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蜜和粉。现在陈师傅就是把刚刚产卵4天的这样大小的幼虫给挑出来，从肉眼上来看的话是看不太清楚的，就一小根线，然后把它挑进去，移到我们自己做的这个王台里面。阿文给刚哥刚嫂部署的任务很明确，春天一过，蜂场上的蜂群至少翻1倍。蜂场不远处的马拉镇贡米坝也开始热闹起来。哎，毛总，他们那给你照相来的，你也不晓得吗？你好，我叫潘友儿。你好，您现在我听。哦，算了，我手太脏了。我们种植的就是高山特色稻米，那个它只有在海拔800米以上，它才能够产出那种比较好的优质稻，因为它的就是生长周期，以及就是它的温差，那些，还有它的环境和水源那些。你是那个几年从学校毕业的哟？我从92年。92年，哦，那你应该比我大1岁，我是13年毕业的。那都同龄人，我们要多交流，多向你学习。真的。他从他在这儿来创立这个业之后啊，跟我们当地
老百姓呐，嗯，那个改变了好大的面貌，而且啊，那些好多老百姓的看一天，我们多的时候啊是20几个在这里就地啊。因为纯净的水源和肥沃的土质，马拉贡米曾经名噪一方。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镇里的青壮年纷纷进城务工，这里的400多亩优质稻田已经撂荒很多年。这个来自钱江城里的大学生农民正在改变这里。放心，小着点。马玉生在钱江城，大学就读在重庆。因为学校不算知名，在城里换过几份工作之后，就走进了武陵山村，成为一名专注于高山有机水稻的农民。认识马玉，让我突然意识到阿文的到来并非标新立异、特立独行，而是历史机遇的使然。曾经中国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随之而来的就业创业机遇吸引着大量的农民工进城，而今全面消除贫困已经进入决胜攻坚阶段，美丽乡村建设必然造就新的机遇。我甚至开始大胆地设想，阿文和马玉这样的年轻人可能就是未来的市民工先驱。好舒服。你们稻谷开花的时候，我要把我的蜜蜂拉起过来，采点粉。稻谷粉的话是非常好的，而且现在整个中国的产量还少。那天我试图拿马玉和阿文相提并论，阿文很不开心。他说一个种地小哥怎么能和牧蜂姑娘相比，他那裹满泥巴的腿感毫无诗意。而我属于童话，吃最甜的蜜，赚最难的钱，勤劳的小蜜蜂还不用开薪水。阿文说他已经很多次在山上遇到这个一动不动的人，如果不傻，就有其他的问题，劝我们尽量不要去招惹。半山腰上，又有一个重要人走进我们的视野。对啊，它多的这个就是无营养的这种枝条，它反正吸收营养。支流上面那一块。啊，支流上面它可以接受到更多的阳光。1000多亩。哇！要吃随便吃，可以搬个凳子在那儿坐到，天天吃都可以。搬个小板凳儿。哦，搬个小板凳儿坐在树下吃。听说有一架飞机的嘛？对，那个时候承包了一架航班，南航的航班。坐了有大概2年半的时间。大飞机吗？小飞机啊？大飞机737，波音737。哇！那你不是神仙下凡了哦？这是落入凡间的天使。刚哥爬树的本领确实很高强，人工分蜂300多群，叛逃总数240，他单枪匹马就抓回来110群。挨到的是，从北的话嘛，这手都抬不起了。刚哥的工作根本停不下来，常常是抓回来1、2群，又跑掉了3、5群，大多数叛逃根本追不上。那潘总，那书是你买的啊？对呀。这个有用啊！你看那个，3本书一个人写的，养点王用的喇叭大小都不一致。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公之不殆也。”告别春天的时候，蜂群总数仅仅只少了200多群。阿文很淡定，他说：“大不了只打6顿，一定要相信刚哥的实力。”子游曰：“弑君属，斯如也。”春天走了，我们追随着阿文的脚步，大约清楚了水稻怎么种，但是还不太清楚蜜蜂该怎么养。初夏的武陵山不冷不热，正是抢季节展示才华的关键时期。山腰上熊刚的布弗纳挂果的时候，阿文在弹吉他。马玉的水稻由绿变黄的时候，阿文已经摔坏了2把吉他，又新买了1把小提琴。嗨，这里有8月瓜。这是哪里？还是啥子吧8月瓜。曾经一度踌躇满志的我，已经找不到那种才华横溢的感觉了。我已经开始盘算，建一个蜂场大约需要多少钱。毕竟世间有这样的行业，还拍啥纪录片？叫我来巡山儿，然后东山就巡西山，那个疯子又在打架哟。啊！夏天走了，好多马蜂也把家搬进了阿文的蜂场。因为刚哥的镜头都在树顶上，所以我也一度以为养蜂人的主要工作就在树顶上。秋天终于来了，满山遍野的五辈子花在武陵山深处如约盛开。哇，好紧张哦！我打的是王者局。对于养蜂人来说，过了秋天，一个生产年就算结束了。彩虹蜂场也不例外，打完这季5辈子蜜，就要进入漫长的冬季休整期。对于我来说，这大半年虽然一直在记录养蜂人，但我更愿意讨论高山水稻和布弗纳。它那个越吃越像葡萄儿。阿文收获的季节，差不多也到了拍摄杀青的时候。1年的桃园生活，
让我突然意识到，我的才华已配不上记录，我应该更适合养蜂。按照阿文的预期，3个人1台摇蜜机，6吨蜂蜜至少要连续奋战10个通宵。阿文说，这是最累也是最快乐的时候，让我们务必储备好足够的体力和电池。阿文还说，由于管理上不够精细，今年的净利润超不过100万。这米很纯的。大约是老板亲自上阵的缘故，工作效率立竿见影。原计划10天的任务，9个半小时就干完了。后来，彩虹蜂场的生产计量单位也就从吨调整为斤。6吨预期目标，实际产量600斤。自然，我的计量单位也做了一点相应的调整，预期排出1步，实际减了1条。彩虹蜂场是8个村集体共同持股的政府扶贫项目，马上要缴24万分红款，怎么办？盘点这1年，除了又多了2个前男友，其他一无所获。那天晚上，我筹建彩虹分厂的启动资金到账了，但是我没说。原计划1年躺着就能赚个几10万，现在不仅8个村集体的分红款没有着落，连蜂群越冬的费用也所剩无几。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看到阿文像爸爸和妈妈，尽管他依然在用演员的修养严格要求自己，但我确定他真的很想家。而且我更加确定，接下来的故事也不需要演技。是那个吗？快，把手机拿出来，等会儿哈。耶。哦，那点。我都有点找不到我屋。连你个人屋都找不到？他想上来。房子太多了，是吧？没有。走不过来。平时好，我觉得有点远。阿文走错了3个岔路口，才找到玉峰山上的家。客观的讲，这不怪阿文，只怪这座8地山城发展变化太快了，几个月不回来，就有可能找不到家。妈妈，来了。哎，佩雷，你回来了哇？哎，好久都没回来了。哎呀，这点太远了，我刚才差点走错路了。哦。这是给爸爸的生日蛋糕。老汉快醒了噻。爸爸。嗯。这是那个你的生日蛋糕，生日快乐。谢谢。然后那是我们卖剩下的蜂蜜，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这2个还专门用陶罐给你装起来的。
我想把我们经常来客，经嗯，常来客，我们也是在外头，等于说他们有些不愿意在外头去吃，啊，我们都在外头摊一起菜，这是番茄排骨汤。好嘞，先祝你生日快乐，哈，生日快乐哈，身体健康最重要，哎，还有外婆呀，身体健康，哎，外婆身体健康啊。长命百岁。哎，你啷个不吃我给你拿的呀？我那个蜂蜜还好。比那个买那个好。屁！这一看都不行。这个起码放了10年了吧？都吃了的，看我的。动都没动哈。你看嘛，他们那个无精装的都吃完了，我之前给他们拿的那些，都动都还没动一下，那个和那个全部都吃了一半了。但是那个看起来又像乌贝子，那个也像哎。唉，要吃都吃不吃算了呀。哎，外婆，你看哈，我带回来的蜂蜜，闻一下。好香哦，闻起再闻一下，再闻一下。多甜，很香了味道。是不是比你之前买的那个好嘛？好得多。我你尝尝了嘛？尝着了。哎，你看哈，你对。那个蜂蜜的确好。不错不错。哎，好口感好。哎。所以说我带回来的都是好东西，你记得吃哈，而且还有抗衰老的作用。少到一季度少到好多斤嘛？少到1000斤不？我们一般都是按吨收。没得1000斤了。1吨。2000斤。潘爸爸已经好久都找不到那种为女儿骄傲的感觉了，但潘爸爸也确实是一个不能骄傲的人。阿文考上北大那一年，潘爸爸很得意，胆结石就把胆管给堵住了，在重症监护室住了5天。收到西班牙爱艺商学院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更加得意的潘爸爸就给心脏支了个架子。阿文带着全校唯一创业大奖留学归来的时候，潘爸爸又查出了直肠癌。你喝不嘛？哦。潘爸爸应该是一个骄傲了半辈子的商人，改革开放之初就下海了，是著名药企西南区骨干成员。阿文说，爸爸从资深卖药人到资深买药人，肯定与那200多个烟斗有紧密联系。只有我那些哈板相机我用得最多，那是我的，那是我的，那是我的，那2个都是我的，最便宜的都是你的，都是我的。潘爸爸年轻时爱摄影，虽然相机和镜头很多，但是最受关注的作品还是那些在医院里拍出来的片子。
把那些片也发给他们看了嘛，就是现在问题倒是不大。应该是那个看，你看嘛，看哪到了。不看了，你反正那个他没得那个后面的白光，你看起来也很费力。也看不懂。但还好现在科学。潘爸爸生病之后，已经看淡了人生好多事儿，唯一的骄傲就是北大毕业的女儿。阿文说，他原本在许信首富的公司总部上班，随着爸爸的身体越来越差，就义无反顾地辞别广州，回到了重庆。都比较正常。潘爸爸的病，西医已经没有太好的办法，只有几名白胡子老中医还在坚持不懈地给老潘开方子。蜂蜜是药方中很重要的药引子。后来，阿文就天天逼着父亲食用各种名贵蜂蜜。然后，老潘的病历本上又增加了糖尿病。老中医告诉阿文，一定是蔗糖含量太高的假蜂蜜惹的祸。来杯蜂蜜水，一天都抽烟，哪里有喝蜂蜜水好嘛？他又在抽啊？喝点那个噻。你不喝？不喝呀？不喝。那个好的东西你居然不喝，简直是暴殄天物。为了留住爸爸，阿文只身走进武陵山寻找不掺假的蜂蜜。结果阴差阳错就拥有了山谷里的彩虹蜂场。阿文说，爸爸为了养育他可以付出所有，现在自己也可以为了爸爸去当养蜂人。坦率地讲，我不怀疑阿文的孝心，但我心中确实有个疑问：如果不是村集体的分红款催得紧，潘爸爸的这个生日他会不会回家？都能够读书，去养啥子蜂嘛？读书啊，我们还觉得是大家的骄傲。你现在去养蜂，那个啷个骄傲得起来呀？蜂蜜再甜，我觉得也是苦的。阿文的药引子能不能对父亲的治疗有帮助，我不敢确定，但他治好了父亲所有的骄傲，是可以肯定的。